第273章米特尔拍卖场故人。该死的，以后再也不做这破东西了，这慢吞吞的速度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行出人流拥挤的飞行运输行，海波东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低声咒骂道。望着脸色不太好看的海波东，萧炎笑了笑，抬起头，目光在这座宏伟的帝都中扫过，忍不住地赞叹了一声。如此庞大的规模，在萧炎所见过的城市中，论起雄伟与面积，这加玛圣城当属第一。不愧是加玛帝国的帝都啊，倒真是霸气绝伦。嘴中发出啧啧赞叹声音，萧炎笑道。海波东没兴趣看那些无聊的建筑，视线在周围扫过，忽然问道：你什么时候去云岚宗？半个月后吧。萧炎沉吟着算了一下距离3年之约的时间，道：还有那么久？那我们现在去哪？闻言，海波东眉头微皱，旋即无奈的道：先去帝都的拍卖场看看吧，那里是加玛帝国最大的交易场所，应该有着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嘛，再去一趟炼药师公会总部吧。萧炎摩挲着下巴，微笑道：这一届的炼药师大会将会在那里举办，我想过去看看。再者，炼药师最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珍稀药材，说不定在那里你能寻找到复灵子丹所需要的材料。嘿嘿，也好，这炼药师大会可是加玛帝国难得一遇的盛会，错过了倒也可惜。对于萧炎的安排，海波东并未有所反对，摸着花白胡须，颇有兴趣地笑道：不过这炼药师大会，你倒是很值得一看。那对于一名炼药师来说，撇开可以与同行交流之外，同时意义也有些非同凡响。只要谁能够在那里崭露头角，那前途可真是难以估量。每届的炼药师大会都会引起很多庞大势力的关注，而那些炼药术不错的炼药师，则是这些势力争先抢夺的香嬷嬷。那待遇简直是让人眼红的，有股杀人的冲动。听得海波东这略带夸张的话语，萧炎笑了笑，却是微微摇了摇头，道：炼药师本来就是一个走到哪都是香嬷嬷的特殊职业，虽然或许被那些庞大势力收拢了过去，会获得极为不错的待遇，可毕竟是有些限制自由，不太划算。不划算？怎可能？你知道古河吧？听得萧炎这话，海波东翻了翻白眼，撇嘴道：丹王古河嘛，这加玛帝国恐怕还真没人不知道。萧炎耸了耸肩，但笑道：他不仅知道，而且还和他间接的交过手。他就是上上届炼药师大会最大的一匹黑马，在那之前，古河这个名字可没多少人知道。而自从在大会中崭露头角之后，他便是被云岚宗的上任宗主看中，然后聘请他为云岚宗的长老。当时的古河仅仅只是4品炼药师，可这些年下来，在云岚宗那庞大的财力支持下，却是生生的提升了2品，而且名声也是从当年的名不经传，成为如今人人敬畏的丹王。海波东嘿嘿笑道：所以若非是云岚宗的缘故，他想要到达如今的实力，恐怕至少得延长20年。萧炎眉头略感诧异地挑了挑，没想到那古河竟然也是这般出头的。炼药师的确是一种稀有的职业，不过同样他们也是一种极为烧钱的职业。虽然炼药术极其讲究天赋，可若是没有源源不断的药材支持，天赋再高也难以快速的提升炼药术的等级。可若是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药材支持的势力，那他们则是能够静下心来，省去四处奔波寻找药材的时间。这般专心之下所取得的成果，自然是比那些自由炼药师要更丰富一些。因此也有很多炼药师便是想在这炼药师大会上找到一个能够供他们挥霍的财主。两人缓缓地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海波东双手插在袖间，懒懒地道：或许吧，不过我对那东西没啥兴趣。萧炎耸了耸肩，有着要老这位经验极为老道的老师在一旁指导，萧炎所行走的弯路无疑是极少的，因此他才能够在短短3年之中，从一名连草药都不能熟识的少年，成为一名年轻的2品炼药师。而也正是这样，所以他并不清楚普通的自由炼药师想要快速提升实力是何等的困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着他这般幸运。当然，以你的炼药术，在这加玛帝国，就算是云岚宗也没那资格来聘请你。海波东摇了摇头，
笑道：“一名都能炼制6品丹药的高级炼药师，别说是在这加玛帝国，就算是放到斗气大陆之上，那也是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萧炎微微笑了笑，并未接过话头。排除掉药老的缘故，他的本身级别仅仅只是2品炼药师。当然，经过近1年的大漠苦修，如今拥有青莲地心火的他，虽然自信若是比起炼药术不会逊色于一名3品炼药师，不过他也清楚，即使是一名真正的3品炼药师，可对于海波东这种斗皇强者所产生的吸引力，却依然是微乎其微。海波东能够一直跟在萧炎身旁转，并且甘心自降身份当保镖，那是因为他自以为萧炎能够炼制6品丹药，因此才会狠下心来答应后者护卫他在云岚宗时的安全。如果日后海波东知道了事实，而且当时药老又还未苏醒，愤然离去事小，若是一个想不开，说不定还会强行胁迫萧炎将那些神秘残图交还回去。毕竟合作一般都是建立在双方实力相差不远的前提之下，而萧炎一名斗师以及2品炼药师，明显没有与斗皇强者合作的资格。看来让老师苏醒的事情要尽量提快了啊，不然一旦海波东凑齐了药材，到时候让我如何来炼制那5品丹药？心中叹了一口气，萧炎忽然发现，没有药老在身边，现在上还处于脆弱阶段的他，竟然是处处受制。毕竟萧炎所接触的强者，实在是有些远远高于他真实实力所能接触的界面。谁能想象，一名斗师竟然能在斗皇强者这个位面中混得如此强悍？若是换成常人，凭借斗师的实力，想要让的一名陌生的斗皇强者跟在身旁当保镖，那无疑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情。可拥有着要老相助的萧炎，却是能够开着作弊器，率先接触到这些超级强者。可也正是因为这样，面对着这些超级强者，没有太强真实实力的萧炎，需要随时小心翼翼，并且强装从容地应付着，不敢露出丝毫的马脚。实力啊，只要我能达到斗王级别的层次，想必便能跟上药老的脚步了，到时候也不必干这些狐假虎威的事情了。心中苦笑的轻轻呢喃着，海波东的笑声却是忽然将萧炎的沉吟打断了去。嘿，拍卖场到了。闻言，萧炎脚步缓缓停下，抬起头望着那出现在街道尽头的庞大建筑物以及特殊标志，脸庞上不由得涌现一抹惊诧，摇了摇头，叹息道：“不愧是特米尔家族的总部啊，这般规模，简直远非乌坦城的分会可以比喻。”嘿嘿，特米尔家族可是加玛帝国3大家族之一，历史悠久，底蕴雄厚，即使是盐城的墨家，与他们比起来，无疑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海波东笑道，话语中对那想要称霸帝国东北省份的墨家颇感不屑。一个家族最强者仅仅是一名斗灵级别，这种实力还想妄图称霸，当真是不自量力。若非是有着云岚宗做后台，那墨家早就被一些看其不顺眼的强者给暗中解决了。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望着那犹如一个无底洞一般将那些源源不断的人流吞噬而尽的庞然大物，双手轻轻插进袖袍之中，偏头对着海波东轻声道：“走吧，进去看了一看，这所谓的帝国第一拍卖场究竟有何了不起之处，希望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吧。”说罢，萧炎率先领头对着青石铺就而成的宽敞街道尽头缓缓行去，其后海波东紧紧相随。逐渐行进那庞大的米特尔拍卖场，萧炎脸庞上的惊讶也是越加浓郁，身体犹如游鱼一般顺利地在拥挤的人流中穿梭而过。萧炎面无表情地在人群中穿梭着，偶尔袖袍轻挥，顿时柔软的袖袍便是被薄薄的斗气所覆盖，旋即狠狠地甩在那从人群中诡异对着自己手指上那届伸来的手掌之上。每一次袖袍的挥下，那些手掌上都会猛然间血红一片。淡淡的瞥着那些抱着手掌痛得抽冷气的人，萧炎嘴角泛起一抹冷笑。这种伎俩，当初在乌坦城管理自家方士时，他便是司空见惯。没有过多的理会这些苍蝇，萧炎身形微晃，终于是穿梭过那拥挤的门口，在大门旁那些目光犹如鹰鹫般毒辣的守卫巡视下，从容地行了进去。进入拍卖场，柔和的目光倾洒而下，外界的那些喧闹之声似乎也是在此刻被隔绝了开去一般，短短几米距离，却是犹如相隔2重天地。
缓缓地停下脚步，萧炎目光四处扫了扫，顿时嘴巴微张，满脸惊异地望着那犹如一个水晶城市般的庞大大厅。在大厅内部，面无表情、全副武装的护卫随处可见，这些护卫胸口上都佩戴着米特尔家族的徽章，显然他们是米特尔家族的直属力量。在萧炎进入大厅的之时，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不下于20道尖锐的目光从自己身体上每个部位扫过，好半晌后，这些尖锐而毒辣的目光方才缓缓收敛而回。不愧是加玛帝国3大家族之一，这手笔还真不小，感叹了一声。萧炎微微回转过头，望着那犹如鬼魅一般紧跟在身后的海波东，这才缓缓行进大厅中央。在大厅之中摆满着无数的水晶柜台，柜台之旁人流不息，在柜台中摆放着数不尽的各种稀奇之物，而在这些物品之下还标有价码，不过这之中每一种的价格都至少是在3万金币之上，这些昂贵的价格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里只是外围售台，所出售的东西也并不算太过珍贵，在米特尔家族总部，拍卖场也是犹如功法等级一般，被严格的分为天地玄黄4个级别，其中天级最高。不过那天级拍卖场恐怕有时候即使是1-2年都难得开启一次，不过一旦开启的话，那就代表着米特尔拍卖场将要拍卖的东西绝对是重量级别，那时候几乎大半个加玛帝国的强者以及势力首领都会蜂拥而来。我记得我当年也参加过一次，当时米特尔拍卖场所拍卖的东西似乎是一枚6阶的火灵恶蛟的，但据说只要那火灵恶蛟被成功孵化出来，那便是天生的斗王强者，并且只要饲养得当，迟早能够进入斗皇级别。闻言，萧炎脸庞上掠过一抹惊异，一孵化便是5阶斗王实力，当真是恐怖。谁只要得到了那东西，岂不是便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位足以与加玛帝国10大强者相抗衡的强者？地级拍卖场也很少开启，玄阶比较普遍，黄阶则是全天开启。瞧得萧炎那略感震撼的神色，海波东笑了笑，继续介绍，显然以前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说起这里的规矩倒是头头是道，有些意思。这般等级的划分让得萧炎略感兴趣地笑道，想要进入天地玄3个级别的拍卖场，那便需要身价认定了，除去一些意外，想要进入玄阶拍卖场，那至少是需要拥有100万的身价。对了，你身上有那么钱没？似是想起了什么，海波东忽然问道。似乎有20-30万吧。萧炎烧了烧头，讪笑道，那似乎只有进入皇级拍卖场的资格。海波东翻了翻白眼，他以为像萧炎这种级别的炼药师，至少也是要随身携带上百万的移动财产吧。对于海波东这话，萧炎只得无奈地耸了耸肩，刚欲说话，目光忽然对着大厅的一角转移而去。那里是一处米特尔拍卖场内部高层人员出入的地方，先前那里上还是一片平静，看着忽然骚动起来的模样，似乎是有着什么地位不低的大人物从那里行了出来。望着那里骚动起来的人群，萧炎疑惑地眨了眨眼，微偏着头，目光透过那些忽然变得犹如发情的公狼一般兴奋的男人，然后隐隐地瞟见了许些鲜艳的红色以及模糊的曼妙娇躯。目光下移，萧炎看见了一双红色的长靴，长靴脚跟略微有些尖锐，提哒提哒地落在光洁的青石板地面上，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声响，犹如一串美妙的音符。目光略微上移了一点，一双修长雪白的美腿颇有些刺激眼球的出现在了视线之内。腿不错，心中这般评价着。不过萧炎的定力自然是比大厅周围的某些满脸垂涎的男子要好上一些，脸庞上依然保持着平淡的微笑，目光略带着几分欣赏，逐渐上移，最后透过缝隙瞧见了一张妩媚动人的美丽脸颊。当下一抹错愕缓缓地攀爬上脸庞，低声喃喃道，怎么会是他？人群中随着清脆落脚声的接近，那被人群所隐隐包围的美丽女人终于是缓缓地行了出来。女人身着一套鲜艳的红色紧身锦袍，做工华丽精细的高贵锦袍刚好是将女子那美妙的曲线完美地勾勒了出来。锦袍下的一截雪白晃眼的长腿让得人内心有股火热的冲动，盈盈一握的柳腰之处竖着一条银色衣带，
将那纤细的柳腰凸显得淋漓尽致。这个女人浑身透着妩媚妖娆，在那双狭长的桃花美眸凝视下，你或许会在不自觉间将兜里的金币主动地掏出来购买一些你根本用不上的高价物品。它对于很多男人来说都是一种尤物，这只浑身充满着诱惑的母猫勾动了很多男人的心。在人群中，身着红色华丽锦袍的女人脚步优雅地走至大厅之中，略微浅笑的俏脸之上噙着一抹妖娆，丰满成熟的娇躯犹如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一般，让得大厅内的某些男人身体下部分隐隐有着抬头的趋势。当下大厅中便是有着一些脸色尴尬的人小心翼翼地收缩着腹部。妖娆美人人缘似乎极为不错，从行出来到现在不断有着人冲她笑着打招呼，或许这些招呼声有些是冲着她的美貌而去，不过更多的明显是对其身份的敬畏。锦袍女人优雅从容地应付着周围的客人点到即止的浅笑，断绝了那些想要强行搭茬的无聊之人。一对犹如是春水酿造而出桃花美眸随意地在大厅中扫过，所有凡是接触到这对似乎在隐隐间蕴含着妩媚诱惑的眸子后，喉咙皆是会不由自主地微微滚动了一下，炽热的火焰在眼眸深处燃烧升腾着。看来这些人回去之后，恐怕他们的家的老婆或者侍女将会被幻想成那充满诱惑的妖娆女人，而狠狠地鞭挞。妖娆的桃花美眸缓缓扫过大厅，在其刚欲收回的前一刹，视线猛地一僵，行走的脚步也是豁然停顿了下来，目光愣愣地停在不远处的水晶柜台边一位背负着巨大黑齿的黑衫少年身上。当下美眸中流露着许些难以置信。作为大厅中的焦点人物，锦袍女人的举动无疑是让的所有人将目光顺着移动了过去。不过当他们瞧得那清秀的黑衫少年后，同样是略感愣神，在望着锦袍女人那极为罕见的异样情绪，心中都不可察觉地生出对那少年的许些嫉妒。无视周围那些犹如刀子一般尖锐的目光，萧炎对着那愣愣盯着他的锦袍女人微微笑了笑，笑容柔和，漆黑的眸子依稀是3年前的那般清澈。望着那与3年前如出一辙的平静笑容，锦袍女人终于是相信，面前那脱离了青涩的黑衫少年的确便是当初乌坦城中的那佯装神秘的萧家男孩。踏着清脆的声响，锦袍女人缓缓走向萧炎，片刻后停立在了他的面前。如今近距离的接触，他方才发现当初那锦旗自己胸部的男孩竟然已经能够与自己平等对视。萧炎弟弟，3年不见，似乎真的变了样了哩，竟然连我都快认不出来了。笑盈盈地望着面前清秀的少年，锦袍女人轻吸了一口气，丰满的胸脯在锦袍的包裹下显得圆润而挺翘，极为诱人。微微抬起俏脸，微笑道：亚菲姐也是越来越妩媚动人了，只是可惜你离开了乌坦城，不知道多少伤了多少人的心。萧炎轻嗅着从身前传来的淡淡诱人体香，脑海中忽然回想起当年第一次进入拍卖场，见到最后一排那家伙偷偷盯着他干的龌龊事，轻笑着调笑道：面前的这位美丽锦袍女人，赫然便是当初乌坦城米特尔拍卖分会的首席拍卖师亚菲。家族历练完毕，自然是需要回来接管一些事情，不过我能回来还真多亏了你，这3年你一直未回去，所以我也没机会向你感谢，今天在这里遇见，姐姐在这里给你说声谢谢喽。亚菲凝望着那双犹如3年前那般清澈的漆黑眸子，见惯了那些平日眼中隐藏着欲火与占有的眼睛，他发现自己似乎对这双清澈眸子尤为喜欢，抿着红润的嘴唇，双手附在身后，身体微微前倾，对着萧炎浅笑道：以2人的角度，亚菲这个礼节性的感谢举止却是让的锦袍略微下扬，顿时一抹充斥着让人疯狂的深陷勾线与黄颜雪白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目光之中。当下某人脸色逐渐有些红润了起来，